位于智利的某个农场，当天晚上的闭路监控捕捉到了这个诡异的东西。你们是否有注意到，有一个神秘的黑影自始至终地出现在右侧的地方？这时，那两个男子似乎发现到了，接着就抱着好奇的心，打算过去一探究竟。可令人诡异的是，当他们即将靠近时，那个黑影就迅速地往后逃走了。这究竟是所谓的幽灵，还是什么东西呢？据拍摄者的表示，那天他在殡仪馆进行值班期间，当时无聊的环境迫使他边拍边和同事聊天。可就在这转移镜头的一瞬间，恐怖的事情就此发生了。Bueno, pues aquí estamos trabajando. Acabamos de ir a enterrar al chavo este que se ahorcó ayer. Y vamos a echarnos unas pinches cheves. Ok. Pobre güey. Drogadicto de su... ¡Ay, hijo de su puta madre! Pasó algo para acá, güey, para la puerta. Neta, sin mamar, güey. ¡Ah, cabrón! No, cabroneta, pasó un cabrón. No, sí pasó un cabrón, güey. Lo acabo de ver ahí. ¡Ay, su puta madre! ¡Corre! No mames, pinche güey, en serio. 就在他把镜头对准同事时，像是有一个幽灵鬼影从那间黑暗的房间里快速地飘过。他在发现到的同时，立即告知了同事，以及跑进去查看。可结果嘛，还是一无所获。然而就在他感到绝望的状况下，身后的门竟然猛然的自己关上，瞬间把他们震惊到了，立即开门而逃。难道那个身影真的会是鬼魂吗？毕竟发生的地点是在人生的终点站。当夜幕降临后，这名卖东西的女人打算要收摊的时候，意外地发现到阴暗的外面很是奇怪，于是她习惯性的拿起手机拍摄了下来。阴暗的外面像是出现了一个类似人形的家伙，仔细一看，他长着一张黑脸，而且头和身体像是被白布包裹着。他在发现到的同时，心里不自觉地认为那样子确实和所谓的裹尸鬼很像。幸好这个诡异的现象是发生在人来人往的市场内，如果换到了其他僻静的地方，或许会引起过路者们的惊慌。这个视频的拍摄地是在突尼斯的杰尔巴岛。当晚有一群人站在一栋具有历史意义的大楼前，疯狂地谈论以及惊叫着。只见有一个白色的东西竟然在楼顶上左右地移动着，然而片刻之后就莫名地消失在漆黑的天空中。毕竟这是一栋古老的建筑，所以在场的人员纷纷猜测，难道那是之前房主的鬼魂？不过也有人认为楼顶上明显有电线，所以觉得应该是挂在上面的垃圾袋，然后被风吹走的原因。不知道你们有何高见呢？2024年4月16日，巴西的一个探险团队决定去一个阴森的墓地进行探险。那么这次的探索之旅，他们究竟会不会一帆风顺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Cadê você, mulher? Patai do céu! Que isso? Que isso? O quê? Meu Deus! Ai!
tem uma mulher ali, velho. 滚！有一个身穿白色短袖，而下半身像是光裸着的尸体，竟然毫无顾忌地躺在那个墓碑前。他们在发现到的一刹那，立即害怕地纷纷而逃。可是过了不久，在他们舒缓了一下恐惧的情绪后，便决定壮着胆子试图回去探查清楚。可结果嘛，那边却空空如也。那么刚才躺在那里的尸体究竟会跑哪里去了呢？难道是墓里面的亡者吗？ Batalha do céu! Que isso? Que isso? O quê? Meu Deus! Ai! Tem uma mulher ali, velho! Corre! 来自墨西哥的一个男子，他表示道，大概在凌晨3点左右，他在医院陪伴家人的同时，走到了外面伸展了一下筋骨。可是就在他把目光望向窗外时，竟意外地看到了这个。 隐约的可以看到，像是有一个黑影突然在对面的走廊里移动着。可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在男子发现到的一刹那，便迅速的跑过去，然后四周围的进行检查了一遍，可那边却空空如也。事后，男子越想越感到很困惑，后来又联想到发生的地点是在医院里，所以在无法证实的情况下，他怀疑是否是某位患者的灵魂。 这名男子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收藏一些恐怖的娃娃。可是，在某一段日子中，他感到放着娃娃的房间里很是奇怪，于是为了探明真相，便在里面安装了个监控。清晰可见，房间里并不存在任何人。可是不久后，似乎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操作着娃娃的移动，最后甚至于把他们都给推倒了。对于那些类似人形的物体，通常都是灵体喜欢依附的物质，所以男子下意识地认为是鬼魂做的怪。几个男子 正坐在笔记本前观看着电影，其中的一个男子可能是闲着无聊，用手机在屋里乱拍。然而不久，你们注意窗口，似乎出现了一个鬼。没错，一个白色的身影从窗口探了出来，随即又马上缩了回去。 镜头只记录不到1秒，但是我把画面定格住，可以看到这个身影似乎留着长发，且穿着白色连衣裙，样子很像是印象中的白衣女鬼。我想，如果不是白衣女鬼，那就应该是过往的路人，可能是听到电影的声音，
然后忍不住看了一下而已。这个拍摄者说道，那天晚上他骑着摩托车正准备回家，可是骑到半路时，他惊讶地发现到路边的树上似乎有一个奇怪的东西。是的，有一个白色外观的东西悬挂在那棵树上。但很不幸的是，由于当时车的速度很快，导致镜头摇摇晃晃的，所以记录的也不是很清楚。不过这一闪而过的镜头，你们觉得那会是什么东西？是超自然现象，还是其他别的东西？一对夫妇表示道，某天的半夜，他们正在熟睡，突然地下室的一阵莫名响声把他们惊醒了。他们经过商量后，决定下去看看，以及用手机记录着。What do I know? You don't know. What if something happens and we don't have any explanation for it? Yeah, exactly. This is the 50th freaking night in a row. Something's happened. I think you're exaggerating. Look, it's a basement. Yeah. The fuck is that? Yeah, that happens. Fuck. Okay, we need to go. Go. Oh, where? Go upstairs. Go upstairs. Gee, go upstairs. Go upstairs. Go upstairs. Go. Let's go. Go upstairs. 当这个女子正在检查时，旁边响起一阵莫名的声音，女子瞬间被吓到，然后退了好几步。就在这时候，里面的一个物体快速地移向他们，女子瞬间不淡定了。从画面可以感觉到她的恐惧加深了，然后尖叫着跑上楼。自从发生了这件事后，这个女子开始害怕起来，甚至到了难以入睡的地步。视频中的这所房子算是有点历史，建于1860年，是上传者的姑姑所居住的。上传者说，某次他去他姑姑家做客，然后住在了那里。可到了半夜3点多的时候，他被一阵莫名的声音惊醒了。就在男子愣神的时候，似乎有东西掉落的声音把男子惊到了。Jesus Christ. You're knocking again. 接着就听到一阵敲门声，而且声音越来越大。Oh my God. 可是在第二个视频中，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有一阵小孩子说话的声音在他旁边响起，男子瞬间被吓了一跳，连忙从床上蹦了起来。一个叫丹尼斯的调查者，这一次他正在一所废弃的房子进行超自然现象调查。他说道，曾经有一个男人死在这所房子里的床上，然而死因却很扑朔迷离，因为门是从里面关上的，而所有的窗户都完好无损。当天晚上，调查者到达目的地后，进行了简短的介绍，便开始调查起来。他进入里面后，便在各个角落都架上了相机，企图想用这样的方式捕捉到更多的超自然现象。然后他躲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进行观察着，并使用探测器来尝试和灵体对话。
Что ты сделал с этими останками?有一把剪刀从镜头外突然的被扔了过来，然后直挺挺地插在了墙壁上。调查者瞬间被惊到了，随即检查了一遍，但是周围并没有任何人。然而可怕的事情不止于此，就在那之后不久，调查者在探查的过程中，更加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那个抽屉像是和调查者干上了，好几次的关上后又被打开。接着他听到周围响起莫名的响声。不久后，为了能捕捉到灵体，他便关上灯光，然后用夜视仪在房间内四处的进行调查拍摄。吓到了吗？有一个阴险的鬼脸出现在镜头中，而且是如此的靠近他。当时的调查者被吓到了，马上打开电灯进行查看。奇怪的是，周围并不见有任何人。难道那个灵体只能被相机拍到吗？对于前面所解说的灵异事件，你们有什么想法呢？欢迎留言讨论，也别忘了订阅本频道，给个免费的赞支持一下。好吧，回到正题，让我们继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吧。一名男子走在一条僻静的山间小路，周围的环境让人感到不寒而栗。他拿起手机拍摄着周围诡异的风景。就在他把镜头移到小路上的时候，不远处的山坡上似乎有一个白色的物体在走动。男子应该是有发现的，马上吓得拔腿就跑。放大仔细看，这个白色的物体有点半透明，外形和人很像。他似乎在看着男子，并且走向那棵树。有人觉得，在这种阴森的山林里，男子是遇到了山精妖魅，也有人说是山林湿气重，那只不过是一个烟雾。你们说呢？今天的影片到这就结束了。如果你对这类视频感兴趣的话，别忘了订阅本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更新的最新影片了。我们下期见。